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又体弱多病，在早期只是萧衍身边的书童。萧衍称帝之后，虽然看出他和别人的与众不同，但是他没想到这个看着体弱的书童将用他的智慧，让武将们看着7000怎么打几十万。他的威名在北朝留下一句童谣：明军大将莫自劳，千军万马必白袍。南梁名将陈庆之。陈庆之出身寒门，众所周知，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看重出身的时期。就算你是庶族，后来家里人当了皇帝了，士族还是看不起你。这种东西不是在私底下的，而是直接摆在明面上来的。刘宋孝武帝的舅舅陆庆之的孙子陆琼之，想着自己现在是皇亲国戚了，就想去琅琊王氏那里攀亲戚。陆庆之曾经在琅琊王氏这里当过马夫，当时王氏当家的是中书令王僧达。陆琼之去了之后，王僧达根本没有正眼瞧他，过了半天带着讽刺的语气问：以前我家有个马夫叫陆庆之，和你是什么关系？这把陆琼之直接搞无语了，羞愧难当，连连告辞。陆琼之走了之后，王僧达直接把他坐过的胡床烧掉了，这传到陆琼之耳朵了，更是羞愤，便找陆庆之让他去找皇帝，好好的和王家算算账。皇帝听闻，差点就给陆琼之一个大逼斗。琅琊王氏是什么身份，你也敢去碰瓷儿？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出身的严重性。按理说，陈庆之体弱多病，出身也不好，是很难往上爬的。但他跟了一个好主子，当时还未称帝的萧衍，极其喜欢下棋，没日没夜的下。其他陪萧衍下棋的人都困得不得了了，睡着了，唯独陈庆之和萧衍夜夜厮守，只要听到招呼，陈庆之马上就到。所以萧衍对陈庆之有了不一样的看法。在公元502年，萧衍登基称帝，建立南梁，陈庆之的官位也一步步的提升。陈庆之也没想过当上高官混吃等死，而是散尽家财，广招天下贤能，想着如何为国家效力。他虽然看着是一个文人，身体文弱，但他脑子想的要比别人多得多。很快他就迎来了表现机会。公元525年，普通6年正月，北魏元法僧造反失败，想要归附南梁。萧衍便派陈庆之带领2000兵马前去接应，并护送豫章王萧宗收管徐州。同年5月，北魏派了2万人前来阻止。北魏在边境巡粮，修筑壁垒，监视梁军的行动。结果这壁垒被陈庆之一击即破。本来打了胜仗应该高兴才对，结果到了6月的时候，豫章王萧宗居然投降了北魏。主帅没了，梁军军心涣散，魏军趁虚而入，将之前被夺的城池全部收回。陈庆之一直成功攻破城门，才逃出升天。萧衍万万没想到萧宗会投敌，在此之前，他可能认为陈庆之并非花草，而是一棵大树。他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枝叶能有那么繁茂。次年，大将袁术征讨寿春，陈庆之为总之军事，在2人的配合下，连拿52座城池。陈庆之升为东宫直阁，赐关中侯。公元527年，陈庆之跟他的顶头上司曹仲宗奉命攻打北魏的郭阳城。围攻郭阳城一段时间后，北魏派遣常山王袁昭带领着15万步兵前去增援。在北魏援军距离郭阳城还有40里的时候，陈庆之请战，他想要先阻援兵，再破郭阳。而同行的浔阳太守韦放认为，他们这次派了救援的应该是轻装精锐，如果打赢了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帮助；如果打输了，则会损伤自己这边的军威，不如以逸待劳，等到了再一起攻打。陈庆之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北魏军队远道而来，路途遥远，军心疲惫，他们肯定认为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定然不会和我军遭遇，防守稀松。我们不如出奇制胜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。况且我们已经知道了敌军周围的地势有利于我军，如果各位将军有什么疑虑的话，我独自领兵前去。其他人也没说话，曹仲宗就给了他2000骑兵，让他去了，让他打不过就回来算了。陈庆之带着这2000骑兵连夜前去阻挡魏军，就和陈庆之说的一样，魏军防守拉胯。陈庆之利用地势连夜突袭，将北魏援军先锋杀得人仰马翻，便回到军中复命。此时的梁军主力还在和郭阳城斡旋。北魏以救援大军到来之后，两军一直在郭阳城对峙，1年的时间打了上百场，梁军士气低落，人疲马乏。北魏军队又在梁军的后路上修筑壁垒，想要围死梁军。曹中宗担心四面受敌，便想要撤军。
在陈庆之的劝说下，他不跑了。陈庆之和他说，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，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，要是这么跑了，我们连强盗都不如等北魏完成合围，我们也学霸王项羽，破釜沉舟，激发士兵士气，和北魏决一死战。说的还行，万一其他人不听咋办？陈庆之又拿出了梁武帝给他的密诏，不遵诏书者杀无赦，其他人就只能听陈庆之的了。当时魏军已经在郭阳城外修筑了13座城寨，在决战之前，陈庆之将军中剩下的粮食酒肉全部拿了出来，为兵士们鼓舞气势。要学项羽破釜沉舟，不成功便成仁。陈庆之趁着夜色出动骑兵突袭魏军，连拔4个营垒。郭阳宿主王伟听见了梁军这么猛，直接就投降了。陈庆之对剩下的9个城寨有其他打算，因为他们不像前面4个一样兵少城弱，于是他就选择了30多个所谓的魏军士卒，让他们去到其他的城寨中扰乱魏军的军心，里应外合，将剩下的9座城寨攻破。魏军3万人投降，其他全部斩首。梁武帝在郭阳设置西徐州。公元528年，大通2年，北魏发生内乱，北魏大军阀尔朱荣发动了河阴之变，北魏皇族多数被杀，为北海王元昊投降南梁，请梁武帝出兵助他称帝。梁武帝出于长远的考虑，让陈庆之护送元昊回魏，于是元昊在浣水称帝，同时授予陈庆之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护军、前军大都督。很快，陈庆之率领的7000白袍军出发了。此时的尔朱荣正在往东边发展，根本没有心思去对付南梁。第一站，曾经的败军之将睢阳守将邱大谦，他用时下7万重兵设下9道防线，结果陈庆之1天不到就连破3道，其他的投降。第二站，济阴王袁辉业率领的羽林军2万驻守的考城。袁辉业仗着地势，想着应该没什么问题，陈庆之不费吹灰之力攻破考城，生擒袁辉业，这下北魏丢人丢大了。好在尔朱荣那边已经镇压了起义军，可以把大军拿来对付陈庆之。陈庆之被杨玉率领的7万御林军挡在荥阳，袁天穆和尔朱世龙分别领军围住陈庆之。荥阳城高水深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。这次带了的还是北魏的精锐。陈庆之看着自己快被包围，手下军心涣散的时候，他又是一钵鸡汤，准备再次破釜沉舟。毕竟出来的时候只有7000，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荥阳就是他们的死地。在手下将士勇猛奋战下，杨玉被生擒，荥阳城破。又趁着袁天穆车舟劳顿，而自己士气正旺，击败袁天穆。在虎牢关的尔朱世龙差点被吓死，没带着一点犹豫的就放弃了虎牢关跑了。元昊顺利进入洛阳，继位称帝，改元建武。北魏大臣也很识相，随即就承认了。不过尔朱荣回来后，大臣又全部倒向尔朱荣一边。陈庆之的7000白袍军和尔朱荣打得有来有回，这让尔朱荣士气大挫。于是他偷偷绕过陈庆之，将元昊击败。陈庆之只能返回南梁。尔朱荣追了一路都没追上，而白袍军在路上遇到了山洪，损失了不少人。陈庆之经过一番磨难，回到南梁，加官进爵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